江雪宁，你到底往包袱里塞了多少金砖？墙头都快被你压塌了！废话，暴君楚寒慈和那个疯批谢云归马上就要拿咱们祭天了，不带个盘账去哪儿要饭？皇后，大半夜的，这是要带着朕的弟妹去哪里？王妃若是闲腿长着多余，本王不介意替你收着。完了，这下真的要把臂救了。我，江雪宁，一个平平无奇的21世纪社畜，毕生愿望是和闺蜜秦昭月躺平养老。然而现实给了我一记耳光，我们双双穿书了。我成了被偏执暴君楚寒慈折磨致死的倒霉皇后，她成了被病娇疯批摄政王谢云归囚禁虐待惨死的王妃。等待我们的是无尽的折磨和死无全尸。我勒个去！这死亡开局还玩个屁呀！宁宁，我不想被挖心挖眼啊！书里说谢云归的那个白月光是个顶级的绿茶白莲花，我斗不过他的。昨天他一进门就拿出一堆铁链子和带刺的鞭子，还问我喜欢哪个，我吓得差点从楼跳出去。这也太变态了吧！那后来呢？后来他看我哭了，就把东西收起来了，说这是他新打的兵器，怕我不喜欢。谁他妈新打的兵器拿给新媳妇看啊？他绝对是在暗示我以后的下场。我们要跑，必须马上跑！楚寒慈也不正常，昨天居然逼我喝什么红糖姜茶，肯定是慢性毒药。哭什么哭？哭能解决问题吗？我们是谁？我们是看过剧本的人，想让我们死，门都没有！必须跑，立刻，马上！强闯肯定不行，我们得智取。我记得书里提过，楚寒慈为了彰显他对我的不在意，大婚第2天就出宫狩猎去了，要3天后才回来。而谢云归那个疯批，明天要去城外军营，这正是我们狗急跳墙的机会。你的意思是？踩着我的肩膀上去。你到底带了什么？50个金元宝，20串珍珠，还有几本医书和兵法。皇后好雅兴，大半夜在墙头赏月，还是说是想体验民间疾苦？皇上，臣妾是梦游，对，梦游，臣妾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这里来了。梦游？那皇后梦游怎么还知道带上细软，甚至还知道赏月？至于你，摄政王妃，不在府中待着，跑到皇宫来陪朕的皇后梦游，皇帝知道吗？我不是，我没有。皇兄说笑了，臣的王妃顽劣，扰了皇兄和皇嫂的雅兴，臣这就带她回去，严加管教。王妃，这是嫌府里的床不够软，要来宫里体验体验青石板吗？皇嫂真是好兴致，今天这动静倒是别有一番风味。来人，将皇后带回宫，
没有朕的允许，不许踏出坤宁宫半步！快跑啊！小命要紧！我心一横，知道今天这事儿没法善了了，与其被动等死，不如主动出击。老岳，快跑！别管我！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自尽了。我一定是眼花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怎么可能会紧张？江雪宁，把武器放下，朕不伤你。我不信，书里啊不，人人都说你是个暴君，你娶我就是为了利用我爹的兵权，等天下太平了，你就会杀了我，我才不要坐以待毙。月儿，我的好王妃，你要去哪儿啊？是觉得王府不好玩，想出来透透气吗？还是你觉得本王不够有趣？你放开我，谢云贵，你这个疯子！嘘，别这么大声，不然本王会忍不住想把你关起来，让你永远都只看着本王一个人。一次逃亡计划以惨烈的方式宣告失败。解释一下。皇上饶命啊！不关我们的事，江雪宁作证。臣妾只是觉得宫里太闷，想带着昭月出去体验一下民间疾苦。不信你问秦昭月。带着上百两黄金体验民间疾苦，月儿，你实话告诉本王，是不是本王哪里伺候的不周到，才让你想跑？不，王爷伺候的太周了，是臣妾无福消受您的那些刑具。刑具？什么刑具？就带刺的鞭子、铁链子。昭昭，你以为我要打你？那是本王重金从西域那里寻来的软鞭和乌金锁子甲，想送给你防身用的。防身用的。所以，你觉得朕给你熬的红糖姜茶和十全大补汤是毒药？难道我们误会了？虽然误会解开了一点，但逃跑是重罪。楚寒辞下了死命令，禁足我半个月。秦昭月也被谢云归打包带回了王府，面壁思过。我以为禁足就是吃残羹烂眼，结果……娘娘，这是皇上特意嘱咐上衣竹为您赶制的秋装。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断头饭？死前让你风光一把！不吃白不吃，潇洒走一回。我也一样，那人今天送了我一头西域进贡的白虎幼崽，他肯定是想等老虎养大了把我吃掉。这两个男人套路太深了，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必须弄清楚韩辞的真实目的。坤宁宫外连一只蚊子都飞不出去，结果一无所获。后来我放弃了，我开始摆烂，吃饱了就躺下睡，日子过得百无聊赖。几天下来，我感觉自己都胖了一圈。楚寒辞一次都没来看过我，这正合我意。只是我非常担心昭月，那个谢云归是个心理变态，昭月落在他手里，不知道要受多少折磨。摄政王府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吗？奴婢不知。皇上驾到！我勒个去，这狗皇帝怎么来了？
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他来干什么？算总账来了，是要赐我白绫还是毒酒？江雪宁，你就这么当皇后的？都退下！臣妾知错，臣妾失仪，请皇上恕罪。窒息了，他这么盯着我，是要把我从里到外看个通透吗？告诉朕，那天晚上你为什么要跑？大哥，这问题不是明知故问吗？我不跑，难道留下来等着你把我咔嚓了？皇上，臣妾是害怕，臣妾听宫里的人说，皇上您心里有人了，娶臣妾只是权宜之计，臣妾怕将来会被废除，会被打入冷宫。谁跟你说的这些？宫里的人都在传，他们说皇上您英明神武，心有所属，而臣妾蒲柳之姿配不上您。臣妾一时糊涂，才想离开，不想为皇上的负累。绝了！这番话说的我自己都快信了。要是在现代，奥斯卡小金鱼非我莫属。一派胡言！朕的后宫只有你一个皇后，什么心有所属，都是无稽之谈。啥玩意儿？没有白月光？这跟书里写的不一样啊！书里明明说他有个青梅竹马的白月光，为了他才一直虚设后宫，对我这个皇后冷淡至极。难道是我记错了？还是说我穿的这本书是盗版的？江雪宁，给朕安分一点，只要你乖乖听话，朕保证你皇后的位置稳如泰山。朕可以给你荣华富贵，给你至高无上的权利，给你所有你想要的。这是什么情况？暴君不应该天天想着怎么折磨我吗？怎么现在画大饼了，还给我所有想要的？他是不是被人魂穿了？或者这是他的新计谋？先用糖衣炮弹麻痹我，让我放松警惕，然后再狠狠地给我致命一击。对，一定是这样。这狗皇帝心机太深了。皇上，臣妾何德何能？你不需要何德何能，你只需要记住，你是朕的皇后，这就够了。天啊，这动作也太暧昧了吧！你父亲镇守边关有功，朕已经下旨赏赐。你身为他的女儿，也要为他争光，别再做出有损皇家颜面的事。是，臣妾遵旨。臣妾以后一定安分守己，绝不再给皇上添乱。如此最好。这个楚寒慈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像书里写的那么残暴，反而有点奇怪。他看我的眼神也不像是看一个政治工具，那里面似乎藏着别的东西。他说他没有白月光，我的脑子里一团乱麻。难道说原著的剧情并不可信？如果原著是假的，那我和昭月的处境岂不是……这是我逃出晋王府盘下这间茶铺的第3个月，本以为能过上数钱数到手抽筋的自由生活，结果我发现自己好像进了一个大型的草台帮子剧组。老李，你来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上个月买2斤雨前龙井，账上记着支出了5万两白银？你是去把武夷沙买下来了吗？回禀，回东家，属下老朽以为既然是您要喝的茶，必然得动用天机阁最高级别的护送。这5万两是封口费和沿途倾倒。行了，收起你那套暗卫营的切口吧。你再这么败家，下个月我们就只能喝西北风了。去，把门口的招牌擦擦。
谢云归这个暴发户品味，这已经是这个月他借猫送来的第7块玉了。再凑2块，咱们店的房租都能买下来了。雪球，下次让他送点实用的，比如金元宝什么的。昭昭，这江南的微风，可曾吹散你眉间的清愁？白先生，或者我该叫你靖王殿下。你的假胡子右边翘起来了，还有哪有酸袖子里面穿金丝软甲的？你反光了，大哥。女人，你早就看穿了，那你知不知道你逃不掉的？这条街上的小贩、掌柜，全都是本王的人，整个世界都在对你说，王妃。得，停一下。既然这条街都是你的人，那真是太好了。隔壁卖猪肉的张屠户前天缺斤少两，李寡妇卖我的绿豆糕发霉了，还有你那个暗卫老李算账一塌糊涂。既然你是幕后老板，把这3个月的损失给我报销一下，一共63000两，谢谢。昭昭，我这不是怕你无聊，给你找点乐子吗？你看我把他们训练得多好，为了不让你起疑，老李昨天硬生生背了1晚上的99乘法表，人都憔悴了。所以你大费周章布这么大个局，就是为了来我这里当散财童子？唉，我这不是想接你回家吗？不过你要是喜欢开店，本王明天就把京城最繁华的那条街买下来，咱们回去开连锁店，怎么样？我给你当算账先生，保证不贪污。昭昭，为了盘下这整条街陪你演戏，靖王府的库房已经见底了。你若再不跟我回去管家，明日京城头条就是震惊，堂堂摄政王因爱妻离家出走，竟沦落街头要饭。行，谢云归，算你狠！我回去查账，要是库房里还有1两银子，我就用银元宝砸死你！行了，老李，别拉了。那二胡漏风听不出来吗？备车，王妃要回府主事了。得嘞，王爷，属下这就把包下画舫的尾款结了。画舫？什么画舫？那什么，江南水乡嘛，总得有点氛围感。我这不是寻思着，若是你今晚还不答应跟我回去，我就包下整条秦淮河的画虫，给你放1晚上的烟火赔罪。谢云归，你是不是嫌自己命太长了？朝廷刚刚拨了赈灾的银子，你身为摄政王，跑到江南来包画舫放烟火，你是怕御史庭的唾沫星子淹不死你吗？他们敢，谁敢拦我找老婆，我就拔了谁的舌头。昭昭，这3个月你可知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太了解这个男人了，他就像一株剧毒的藤蔓，一旦被他缠上，不仅会窒息，还会被他一点点吸干所有的理智。放手，回京。昭昭，你先喝口燕窝润润嗓子，查账不急于一时。谢云归，你的钱呢？你堂堂大楚朝的摄政王，食双凤，手握江南盐税1/3的红利，你的钱呢？昭昭，你听我解释，江南那条街的商铺本来就贵，老李他们演技太差，不用重金砸不出那种穷困潦倒的逼真感。你闭嘴！即使你买下大半个临安城，也不可能搬空整个王府。说实话。皇兄最近在修缮行宫，国库拿不出钱。他听说我下江南寻你，便以扣留摄政王擅离职守为由。楚寒慈那个趁火打劫的暴君，他就是个无耻之徒。所以昭昭，我现在真的是身无分文了。你若是再跑了，我就只能去京城大桥底下要饭了。我竟被这男人毫无底线的死缠烂打，
和这座被搬空的牢笼死死困住了。这究竟是啥？你们都退下！你可算舍得回来了！你再不回来，那条疯狗能把整个京城给掀了！前几天他为了去江南找你，在太和殿上抱着楚寒姿的龙衣腿好桑，这简直丢尽了咱们大楚朝的脸面！别提他，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弄死他。才不触犯大楚律法！这混蛋为了逼我回来，跟楚寒子里应外合，把王府的库房搬得连根毛都不剩！你愁什么？坑的钱不都进了你们家的国库？进了国库又如何？能换来片刻的情境吗？你至少还能跑去江南躲了3个月，我呢，被困在这儿，天天看着楚寒素那张疑神疑斗的阎王脸。昨日不过是新科状元在琼林宴上多看了我一眼，多夸了一句我拳和身上熏的梅花香。楚寒子那个疯子当晚就发了狂，非说我对那状元郎有私情。他不仅砸了凤仪宫所有的梅花盆景，今天一早更是直接下旨，把那状元郎外放到了岭南去吃沙子。这是什么？城南那座3进宅子的地契，还有我这几年偷偷转移出宫的，足足10里红妆的私房钱凭证。阿月，咱们说好了，谁先拿到那封和离书，谁就是这京城里最自由的女人。城南那座3进的宅子，外下10里红妆的私房钱，可都压在这局里了。一言为定，今日我便要烧了谢云关内司最宝贝的孤本。我就不信他还能忍我！那你看好，我今日便要在这万众瞩目之下，让楚寒慈颜面扫地。皇后，这杯合欢酒，朕与你。臣妾失仪，御前失手污损龙袍，犯下大不敬之罪。臣妾自知德行有亏，不堪为一国之母，恳请陛下即刻下旨废后，赐臣妾和离书一封。臣妾愿自请下堂。快发火吧，雷霆震怒吧！只要下了旨，这破后宫老娘一天也不待了。陛下这是做事……闭嘴！这酒是谁惹的？滚烫如沸！若是烫坏了皇后的手，朕要你们的脑袋！还不快去宣太医！楚寒慈，你疯了吗？我破了你的龙袍，我大不敬！你没听见我求一封和离书吗？什么和离书？宁宁，你便是要这江山，朕也双手奉上。区一件龙袍好算什么？你若是觉得泼酒好玩，明日朕让人做10件龙袍，挂在未央宫，让你泼个痛快。只要你别伤着自己。你方才生气的模样，真是率真可爱。这后宫中，在朕面前如此鲜活。你不可理喻！今日之事，若有半个字传出宫外，诛九族。王妃，使不得！那是王爷最喜爱的花，若是烧了，王爷定会大发雷霆的。
我要的是他大发雷霆。谢云归，你来的正好，你的宝贝画被我烧了。我生性善妒，脾气暴躁，实在不堪配为摄政王妃。一纸和离书，你我现在就签，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你想干什么？打女人可不是君子所为。月儿，烧东西好玩吗？你不生气，那可是你最喜欢的画。只要是能让你开心，别说是一幅画，便是烧了这整座摄政王府又如何？我往日总觉得你在这王府里郁郁寡欢，今日见你烧画时眼中那灵动鲜活的光彩，才知我错得离谱。我的月儿本就该是这般活泼有趣、肆意张扬的模样。谢云归，你是不是有病？我毁了你的东西，我要和你和离。和离？这辈子你休想离开我半步，哪怕是死，你的牌位也只能供在谢家的宗祠里。明日我会让管家再开一个库房，里面全是前朝孤本、名家字画。你若喜欢听事儿，明日为夫亲自陪你一张一张的烧，你烧得开心了，便对我笑一笑，可好？这些男人全都疯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我昨日故意打碎了太后御赐的玉如意，楚寒慈非但没降罪，反而把内务府的总管骂了一顿，说他们挑的玉如意不够结实，磕疼了我的手。今天早上直接拉了一整车的缅甸翡翠原石到我宫里，让我拿锤子砸着玩。唉，你那算什么？我烧了谢云该的画，他第二天真的开了个库房。我一生气，把他的兵书也全扔进了水池里。结果呢，他夸我力气大，还说要亲自教我习武，连夜让人给我打了一套纯金的九节鞭，说让我以后看谁不顺眼就抽谁，包括他自己。软硬不吃，油盐不进，咱们这叫什么？这叫一拳打在棉花上，人家还嫌你手疼，给你吹吹。他们不是脾气好，他们是根本不在乎我们做什么。在他们眼里，我们不过是他们豢养的宠物。宠物亮爪子，主人只会觉得可爱。要想拿到和离书，光是作妖毁东西是不够的，我们得踩到他们的底线。底线？楚寒慈的底线是皇权，谢云回的底线也是权势，难不成咱们要谋反造反？造反太难了，但有一个罪名，对任何男人来说都是绝对的底线，更何况是九五之尊和权倾朝野的摄政王。你是说红杏出墙？既然悔悟不能让他们放手，那么毁了他们的颜面呢？这招太狠也太险，如果被抓到，不仅是和离，怕是连命都要搭进去。但一想到楚寒慈那令人窒息的爱意，我宁愿放手一搏。可是找谁呢？在这儿，谁有那个胆子敢绿皇帝和摄政王？3日后是镇国公老太君的70大寿，届时传闻中风流倜傥，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南疆质子也会赴宴。听说这位不仅生的妖孽，而且最爱挑战高难度，若是咱们能引他入局。陛下的人可是听清楚了？回王爷，皇后娘娘和王妃的话，属下听得一清二楚。他们说要借镇国公府的寿宴，勾引南疆质子，陛下和王爷写下休书。听清楚了，他们觉得咱们太宽容，准备给咱们戴绿帽子呢。南疆质子，哼，朕今晚便让人去把他的腿打断。慢着，既然他们想玩，咱们就陪他们玩到底。朕倒要看看，当他们自以为寻到了救命稻草，
却发现那不过是另一张无处可逃的罗网时，那副绝望而哭泣的表情，会有多么动人？阿月，你看我这商业版图，等咱们拿到和离书，第一件事儿就是在京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开一家天下第一锅连锁火锅店，底料配方我都从御膳房老御厨那里威逼利诱搞到手了。咱们搞会员制，1楼大堂走群众路线，2楼雅座专供达官贵人，3楼 VIP 包厢必须验资100万两才能进，绝妙！那我就负责搞舆论，咱们办一份大楚皇家时报，头版头条我都想好了，就叫震惊，摄政王与皇帝不为人知的秘辛，专报那2个狗男人的黑料。第2版做京城贵女穿搭指南，第3版连载才子佳人画本。只要咱们手握京城最大的八卦源头，那白花花的银子还不是如流水般涌进来。火锅店和报馆联动，吃火锅送报纸，看报纸给火锅优惠券，不用3年，咱们就能把大楚首富的底裤都给赚穿。唉，可是咱们现在连和离书的影子都没见到。大楚朝高贵的皇后娘娘摄政王妃，在下乃是北漠暗探统领孤狼。2位不必惊慌，主上听闻2位在宫中与王府受尽非人折磨，那暴君逼迫娘娘每日干砸石头的苦力，那谢云远更是不给王妃柴火，逼得王妃只能烧毁机密文件取暖。这等惨绝人寰的暴行，简直令人发指。他说我干苦力，他好像觉得我缺柴火。2位不必再隐瞒了，你们在魏明茶楼的密谋，我大北漠早就探知。你们想要和离，重获自由，只要你们与我大北庙里应外合，提供大楚朝的布防图与新政机密，待我朝大军踏平京城之日，便是2位重获自由之时。不仅如此，我朝主上愿以10座城池为聘，迎娶2位，绝不让你们受半点委屈。卧底情报，这可是作死的好机会。只要让楚寒慈和谢云恒知道我们通敌卖国，和离书还不是手到擒来？拓跋一师，你有所不知，那楚寒慈根本不是人，他每天逼着我砸翡翠，我的手都起茧子了。谢云贵更狠，他每天逼着我烧绝版孤本，那浓烟熏得我皮肤都粗糙了，这日子真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2位娘娘受苦了。这大楚朝不待也罢，从今日起，咱们就是生死同盟。成交。阿月，咱们小金库又要爆了。这群大楚的蠢货，真当大楚女人好糊弄？拿了他们的钱，咱们就送他们一份西天极乐大礼包。走，开工，做假情报去。一场轰轰烈烈的无间道正式拉开帷幕。随着调查的深入，眼前的冰冷真相让2人如坠冰窟。陛下，新政均分土地给百姓，无疑是拔了世家逆鳞。江南几大世家已联合上书，甚至有暗中屯兵之事。您若执意如此，恐怕会落下千古暴君的骂名，甚至有倾覆之危呀。100年积弊，百姓一子而食。朕若顾忌区区骂名，何以对得起天下苍生？他们要反，便让他们反。朕就算是用铁血手腕，也必须把这些毒瘤剜干净。至于那暴君恶名，朕一人背了便是。可是陛下，您的安全无妨，只要皇后在宫里开开心心，无忧无虑，朕这江山便守得有意义。原来他强推新政，触动世家利益，是为了把明枪暗箭挡在自己身前。那些纵容与惩罚，不过是护我周全的笨拙方式。王爷，这毒已入骨，您不能再动用真气了。敌国大军虎视眈眈，朝中全是割地赔款的软骨头。本王若不装出这副阴质疯批的模样，如何镇得住边关枭首？如何保大楚寸土不失？可外界都传您是拥兵自重的疯子，连王妃都……住口！月儿生性洒脱，本就该是被宠在云端的小凤凰，本王愿意做他眼里不可理喻的疯子。
只要他能在这王府里活得肆意张扬，便是把这天捅破了，也有本王替给他斗着。怎么，王妃这碗莲子羹里是不是加了些特别的佐料？王爷多虑了，臣妾只是怕王爷夜夜头痛，特来送安神汤。本王的父兄为保卫大厨倒下，是先帝把我带在身边亲自教导。秦昭月，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在和北漠人暗通驱款。谢云归，你装疯卖傻，用残暴不仁来掩饰暗中调兵抵御外敌，你以为你独扛唾马就能万无一失吗？这是北漠给我的毒药，信不信由你。若想保住现在，就仔细看看里面的东西。宁宁，我们好像玩大了。北漠那帮杂碎，居然敢算计我们的男人！阿月，假情报继续发，但这一次我们要发一份大的。既然他们想玩碟中谍，那我们就给他们演一场毕生难忘的大戏。阿月，假情报都传出去了吧？传出去了。我把京城9门的布防全部改成了53课全体午休。那帮大厨的傻子，估计现在正乐呵呵的往咱们提前布好的陷阱里钻呢。既然他们敢把主意打到我们男人的头上，今天咱们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北漠死士在此，昏君楚寒辞，乱臣谢云归，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就凭你们这些乌合之众，也敢在朕面前放肆！楚寒辞，你死到临头还嘴硬！实话告诉你，你的城防图和新政弱点，早就被你最宠爱的皇后和王妃卖给我们了。他们恨透了你们的暴虐，今日便是我北漠接他们回国享福的日子。宁宁，他说的是真的吗？月儿，你若要我的命，直说便是，何苦联合外人？看着自家男人这副天塌下来的模样，真是心疼死我了。去你的回国享福！娘娘，您这是何意？咱们不是说好一起大义灭亲，然后跟我们主上回北漠成亲的吗？成你个大头鬼啊！老娘放着权倾朝鲜，俊美无双，还天天给我送礼物的摄政王不要，这跟你们去北漠吃沙子。你们主上长得有我们家王爷一半好看吗？你们也配跟我的男人相提并论？你拿到的布防图是本宫亲自画的，那是通往阎王殿的黄泉图。算算时间，你派去偷袭的主力，此刻已经被瓮中捉蝎了吧？今天本宫就教教你们什么叫大楚汉妻！喂，还愣着干什么？等我们姐妹俩把人杀光吗？楚寒辞，接着！朕就知道你舍不得朕。废话少说，先打架。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们不是天天在为民角楼说要合力书吗？女人怎么可能骗人骗得这么深？
我们那是夫妻间的情趣，你个单身狗懂个屁呀！大楚的万里江山，岂是尔等宵小能够算计的？朕的皇后与朕同心同德。宁宁，朕对大楚可以冷酷，唯独对你，朕输不起。以后不许再做这么危险的局，本王的心差点被你吓停了。若不入局，怎知王爷这疯癫外表下藏着一颗误国护家的赤子之心？恢复之后，本王把库房里所有的免死金牌都拿出来，随王妃怎么烧。诺，给你的。这是撕了吧，拿着嫌占地方。不过先说好，以后我砸东西，你不能再劝我用更沉的了，真的很累哎。保护皇上，保护摄政王！汉子，小心！雪宁，太医，叫太医！你若有事，朕要全天下陪葬。昭昭别怕，本王还没死呢。为什么要当内相？因为我不想你死。楚汉慈，你是不是喜欢我？一见钟情，蓄谋已久。江雪宁，你以为这门亲事是怎么来的？是朕用尽手段才把你娶回来的。朕本想慢慢来，可你太不乖了，总想着逃离朕。秦昭月，老子暗恋你3年了。原来我们一直把他们的深情当成了毒计。听闻大楚陛下英武不酸，淑儿愿自荐枕席，结两国秦晋之好。朕有皇后足矣。公主若缺男人，大楚的太监倒是有不少未对熟的。那摄政王殿下，滚！是他们给我里下了毒。大楚欺人太甚，竟敢谋杀我国公主，我们要讨个公道。求皇上严惩凶手，平息北燕怒火。谁敢动皇后，朕诛他9族！巧了，谁敢碰本王的王妃一根头发，本王就让他生不如死。公主这毒的可真有意思。这没变黑。你想干什么？这酒底部里确实加了料，不过不是毒药，是番酵液和朱砂的混合物，喝了只会吐血和腹泻，根本死不了人。医书上写的清清楚楚。胡说八道！你们这是狡辩！是不是狡辩？搜一搜公主的贴身侍女就知道了。刚才敬酒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把粉末弹进了公主的杯子里。北燕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挑起战火，真当我们大楚是好欺负的吗？搜，北燕这次吃了个哑巴亏，底牌尽毁，短时间内应该不敢再来犯了。哼，跳梁小丑罢了。只要你安然无恙，朕就能把天下彻底肃清。
给你一个真正的盛世。好，那我便做这盛世里最跋扈的皇后，谁敢惹我不痛快，我就拉着昭月去炸他的府邸。有朕在，谁敢惹你？少来这套，回主卧睡可以，但你明天得帮我弄点东西。夫人尽管吩咐，别说弄点东西，就是去把北燕皇帝的胡子拔了，为夫也立刻去办。拔他胡子干嘛？又不能做化学实验。这是我新设计的高温提纯蒸馏装置，工部死活看不懂。你明天去司库给我找些上好的琉璃和耐火砂，我要亲自盯工，这关乎到我们下一步的医药改良。夫人放心，明日为夫亲自带人去办。那今晚，谢云刚，你放我下来，我自己会走。天色已晚，夫人今日当众拆穿北燕使团，辛苦了，为夫理应代劳。陛下，北燕虽然退去，但边境的布防仍需加强。昭月前几日提议的那个琉璃提存计划，或许能帮我们大幅度改良军中的金创药。臣以为可以调拨户部资金，大力。启宗陛下，急报！平南王反了！他纠集了西南15万大军，打着清侧助妖妃的名号，已经连下3城，直逼京师。你看，我就说原著的剧情没那么容易，这男主还是按耐不住要作妖了。清君侧，这名号倒是冠冕堂皇。看来有人觉得你这皇位坐得太舒坦了。云归，连父兄弟做了这么久，还没与权臣之间独一起杀过人吧？臣的剑早就渴了。传我的令，粮草车队分3路掩护，务必保证前线补给不断。告诉陛下和谢云归，别跟那傻子废话。敌军进入射程后，直接给老娘开炮，让他们尝尝现代化学的愤怒。楚寒慈，你残暴不仁，天怒人怨，今日我便要替天行道。这便是与天作对的下场。为什么？这不可能！谢云昭、楚寒慈生性多疑，他怎么可能容忍你手握重兵？你们本该互相残杀。还有那2个女人，她们本该是我的。清醒点了吗？你的脑子里是不是除了争权夺势和开后宫，就装不下别的东西了？妖女，你们用了什么妖术？那会喷火的铁管，那引天雷的手段，绝不是凡间之物。我是天命之子，我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你们不能杀我！楚凌渊，你信奉的天命，在朕眼里一文不值。你以为你算计了人心，却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信任是你们这些阴沟里的老鼠永远无法理解的。至于妖术，雪凝的调度之才，昭月的格物之学，才是大楚真正的天命。我不服！我不服！凭什么你们能改命？这不公平！剧情不该是这样的！你所谓的剧情，就是踩着我们的尸骨登上皇位。抱歉，我们不想做垫脚石，所以只能请你去死了。乱臣贼子，废话太多。陛下，臣请旨，即刻行刑。准。结束了，这下
咱们总算可以安安心心过日子，搞基建宴了吧？这里是古代，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雪宁，这是太阳能卫星通讯终端，而且信号刚刚发送出去了。检测到代号01生命体征消失，系统纠正程序启动，抹杀者锁定中，清洗部队已投放。那是什么暗器？传音入密，装神弄鬼，滚出来！皇兄，这声音没有内里波动，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诡异的很。雪宁，原来楚灵渊不是什么气运之子，他应该是拥有系统的天选之子。昭月，你在胡言乱语什么？楚灵渊那个叛贼已经被孤斩了，手机就在外头，他还能做什么妖？韩子，如果我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可能只是一本书，或者一个被设定好的程序，而楚灵渊是那个被所谓神明或者系统选定的主角，你信吗？那又如何？什么叫那又如何？他死了！所谓的代号01就是他！系统判定这个世界的主线崩溃了，所以启动了修正程序，清洗部队，那是抹杀我们这些异端，抹杀所有导致主线偏离的人的怪物。我们会死，整个大楚都会因为我们的反抗而被葬。荒谬！昭月，你看清楚，我是谢云归，大楚的摄政王。什么书什么序，我不懂。我只知道，老子手里的刀是铁打的，老子身上的血是热的。谁敢碰你一根头发，管他神鬼，老子劈了他！倒计时3、2、1，清洗部队已到达，执行抹杀。雪宁，带昭月走密道，快！走得了吗？皇兄，今日你我兄弟便看看这所谓的天兵天将，到底长了几个脑袋？小心！别过来！见鬼了！这他妈是什么怪物？刀枪不入！既然如此，那就斩下他们的首级。检测到高威胁目标，执行物理销毁。雪宁，你干什么？退下！楚寒慈，你是不是忘了，当年你我被困漠北，是谁陪你杀出一条血路的？我是大楚的皇后，不是只能躲在你背后哭泣的废物。我们既是皇后，又是王妃，今日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们的男人！天牢的突围战惨烈到了极点，但眼前的景象却让所有人如坠冰枪。皇上，降了吧！那些
那些根本不是人啊，那是天罚，楚灵渊才是天命之子，我们杀了他，老天爷来惩罚我们了。放屁！大楚的江山是无数将士拿命填出来的，老子管他是不是天罚，想要老子的命就自己来拿。王爷，城门快破了，守军死伤殆尽，那些怪物根本杀不死，再不投降，整个京城都要被屠城啊！求皇上、王爷给城中百姓留一条活路吧！凡人的刀剑如何战胜？警报：京城防御系统已崩溃，清洗进度45%。目标人物楚寒慈、谢云归，请放弃无意义的抵抗。寒慈，你怕吗？姑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死，姑只怕黄泉路上太冷，你若是走散了，姑找不到你。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都给本宫闭嘴！你们饱读诗书，张口闭口天命，天若要亡我，我便逆天。大楚只有战死的帝王，没有投降的懦夫。昭月，怕吗？哈！老娘当年在特种部队服役的时候，连死字怎么写都忘了。他们既然想要剧情杀，那我们就给他们演一场此生最疯狂的戏。大楚的将士们，暴君未逃，蜂王仍在。那些怪物杀不死，那就砍断他们的腿，用石头砸，用牙齿咬，用你们的骨气去填平城门的缺口。今日我与城墙共存亡，诸君可敢一战？战！皇兄，我们可不能被自家的媳妇儿给比下去了。杀！警告：检测到严重剧情偏差，辅助角色产生高烈度反抗意识。警告：波动异常，抹杀程序遭遇不明能量干扰，启动最终方案正在降临。放开！让我上去！江雪宁，你给我滚下来！昭月，你敢！你若是敢死，我便让这天下给你陪葬！等我活下去。谢云归，别发疯了，好好活着。不！你敢抛下姑！什么狗屁法则？什么系统？本王谋划半生，杀尽拦路之人，到头来连他的尸骨都护不住！抹杀，好一个抹杀！这贼老天，朕是要将你撕得粉碎！警报：系统防火墙遭遇未知病毒入侵，抹杀对象江雪宁、秦昭月物理坐标消失，精神体坐标主控中枢。警告：主控中枢遭受攻击，防御机制正在崩溃。我还以为这所谓的创世神有多难搞，昭月，你这黑客技术退步了。
居然用了整整3分钟才攻破他的防毁墙。闭嘴！这是4维矩阵加密，你以为是破解你电脑开机密码吗？别废话了，核心代码拿到了，你要怎么改？怎么改？他不是喜欢制定规则，喜欢把人当 NPC 玩弄，以为抹杀了我们的物理坐标就完了吗？本宫今天就教教他什么叫降维打击。既然是个破程序，那就给本宫重启，把权限给我交出来。核心逻辑被篡改，系统强行重启，世界重置中。3、2、1。我就知道，你这女人，阎王也不敢收。楚寒慈，你个算账的会不会算账？昨日城东李员外家捉奸的委托，明明收了50两银子，你账本上怎么只记了30两？剩下的20两被你吃了？秦掌柜，你那姘头昨日非要去买什么城南张记的限量版叫花鸡，他还顺手买了2壶竹叶青，这账不从宫中走，难道从我的私房钱里出吗？再说，谢云渊那是去捉奸吗？他差点把人家李员外家的城中墙给拆了。剩下的10两，我赔给泥瓦匠了。楚寒子，你放屁！本公子那是为了烘托气氛，不拆墙怎么能体现出捉奸的紧迫感？怎么能让那对狗男女无处遁形？张月，你别听那包君胡说八道，那叫花鸡，我是特意买给你的。你昨晚不是说饿了吗？一边去！菜洗干净了吗？就出来晃悠。得嘞，马上洗，马上洗。大清早的吵什么吵？虽是初春，早晨风还是凉的，怎么不多睡会儿？被某只偷吃回扣的账房老鼠吵醒了。冤枉！是谢云归那个败家子儿花钱如流水。宁宁，这个月的账面已经见底了。若是今日再没大主顾上门，咱们明天只能喝西北风了。喝西北风？楚寒慈，你把皇位都扔给你皇叔了，跑来给本宫当账房，连饭都吃不饱，你不委屈啊？不委屈，只要能看着你这副鲜活的模样，别说算账，便是让我去街头要饭，我也甘之如饴。3年世界重组，我以为彻底失去了他，直到那天浑浑噩噩走在临安街头，被一个从天而降的苹果砸中脑袋，却看见红衣女子坐在茶楼2楼，抛着苹果笑颜如花。那一刻，暴君死了，活下来的只有江雪宁的楚寒慈。雪宁，开门迎客了，今天可是挂了牌子的，若再接不到活，我真要让谢云贵去街头卖艺了。周月，我不卖艺，我卖身给你行不行？滚！换衣服，开张。